親愛的客棧4實錄，王鶴棣白鹿雙標現場，明星反應引爭議。王鶴棣對白鹿的親密舉動引發雙標爭議，既是多年人情的自然流露，也是節目組的流量博弈。鏡頭放大私人情感，觀眾在暖心與偏心間爭論不休，而娛樂圈的真相往往藏在人情世故與剪輯策略的交織中。先說一句，這檔慢綜藝味兒正有海風，有煙火氣，還有點小勁兒的瓜。海南儋州那會兒熱，但咱看節目的心倒涼快。王鶴棣當起了主理人，7年前還是職員的小伙子，如今28歲，肩膀寬了，眼神也穩了。換了主理人，劇情也換了調兒，尤其是他和3個女嘉賓同台時，畫面裡蹦出來的那點偏心，讓人又好奇又想掰一掰。先把人物擺明，秦嵐、沈月是常駐，白鹿是飛行嘉賓，只來2期。秦嵐那是成熟穩重的姐姐範兒，沈月活潑像鄰家妹兒，白鹿則是比較少參加真人秀的那種，來這趟算是首秀。按理說，和常駐嘉賓的互動該更多才對，但鏡頭裡王鶴棣對白鹿的親密，那是真實到讓人眼睛一亮。拍宣傳照貼得近，扶人第一個衝上去，說話第一個看向他。秦嵐、沈月有時站在旁邊，眼神有點意味深長，觀眾自然有話要說，這是不是大型雙標？王鶴棣到底圖啥？你得先明白2點，一是人情，2是節目錄製邏輯。人情這事兒，說白了，過往欠下一筆人情，往往會在關鍵時刻還回來。王鶴棣和白鹿的關係不是1天2天，早年他還沒走紅，白鹿在跑男之類的節目裡照顧過他，那種你在我背後的感覺會長在心裡。誰都知道，人在關鍵時刻就忘不了當年誰幫過自己，那份信任和自然流露，很多時候就是親密的樣子。再說節目錄製慢綜藝也要熱度，節目組看見2個人有火花有話題，鏡頭自然而然往哪兒靠，剪輯也會放大看點。娛樂圈裡，鏡頭是個放大鏡，把私下的細微動作變成公共談資，這既是節目需要，也是流量遊戲的一部分。你別忘了，熱度能換資源，能把節目推上熱搜，誰不想？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互惠，就是你對曾經幫過你的人更信賴、更依賴。王鶴棣對白鹿的沒距離，很可能就是互惠情感的一種外在表現。再加上他剛當主理人，肩上既有運營客棧的事兒，也有搞活節目的任務，他忙裡忙外，靠得近的人自然而然成了安全區。有時候，這種安全感外放成了擁抱、靠肩、攙扶這些畫面。然而，啥事兒都有2面，觀眾是有秤的。你給了白鹿那麼多鏡頭，那麼多暖心動作，粉絲就會開始掰扯，秦嵐和沈月難道就不重要了？公正感受影響節目氛圍，這時候網絡就開閘，有人看得暖乎乎，誇王鶴棣暖男；有人看着不順眼，覺得他公私不分，可能會影響別人的體驗。把一件本來是私人情感的東西放到公共平台，被放大、被質疑，這就是現在的娛樂生態。說到這裡，別把所有鍋都往王鶴棣頭上扣。圈裡很多類似關係不是新鮮事兒，比如有的組合裡某個成員總會被優待，那是歷史、人情與合作習慣的綜合結果。節目組也有責任，鏡頭運作得當，能把溫暖呈現成故事感；運作不當，就會讓人以為這是遊戲，不管真假，話題都會發酵。咱們見過不少案例，有演員因為鏡頭親密被誤解，後來解釋也挽不回一部分輿論，也有靠真誠互動讓觀眾心生好感的，最後口碑反而好了。娛樂圈就是個放大器，放得成啥樣，全看操盤的人和參與者怎樣把握尺度。
再扯點心理層面的，觀眾愛看故事，你給他們一點線索，大家腦補能力那叫一個猛。一個靠得太近的畫面，一句主動關心的話，彈幕和評論區立馬開工，有情緒就有討論。咱東北人說話直接，你要是給我看糖果，我就想知道啥味兒；要是給我看2顆糖，誰更吃得開，那就有的聊了。現在到了高潮，輿論放大，情緒攀升，小動作被無限放大，評論區分成了幾派，製作方該怎麼辦？平衡既真實又不過火，這事兒考驗團隊。藝人該怎麼做？真誠但注意分寸，別讓私人喜歡變成公共爭議。粉絲該怎麼做？多一點理性，少一點單方面的臆測。畢竟鏡頭裡的每一幀都有可能是瞬時的自然流露，而非預設的信號。最後，咱的說句心裡話，娛樂圈的人也是真人，他們的人情、信任、恩怨跟普通人一樣複雜。王鶴棣對白鹿的自然親近，可能是多年交情的回聲，也可能夾着節目組的考慮。但不管是哪種，看人的時候別急着下結論，適當保留一點耐心，多看幾期，別把1、2個畫面當終極證據，留個懸念給大家。當友情、信任與節目效果撞在一起，你更希望看到哪樣的真實？是讓人舒服的自然親近，還是鏡頭下的人人平等？你怎麼看王鶴棣這事兒？暖心還是偏心？2. 親愛的客棧2026歸來，王鶴棣掌舵明星群聚。親愛的客棧2026在海南儋州偷偷忙活呢。這一季的客棧掌門人不再是劉濤，換成了當年那個伺候大家的管家王鶴棣。6年過去了，這檔節目又回來了，主要還是靠王鶴棣的超級人氣和帥氣。這一季的常客就是秦嵐、沈月、吳澤林，還有徐志勝那幾個家伙。秦嵐和沈月都曾跟王鶴棣一起演過戲，簡直就是他的女搭檔大合集。瞧瞧王鶴棣、秦嵐和沈月那一搭一唱的樣，簡直像親兄妹似的，默契得很啊。王鶴棣跟那些女演員的相處簡直好得像一鍋粥，誰碰上他都笑開了花。除了跟他搭過戲的兄弟，王鶴棣還把圈裡的好朋友也拉來熱鬧。他急忙打電話給王傳君，結果被拒絕了，人家說要在家看小孩呢。沒想到啊，王傳君最終還是蹦躂到了現場，自然是來給王鶴棣加油打氣的。他可不是孤身一人，還是拉着武大靖一塊兒來的呢。3劍客在親愛的客棧裡碰面了，簡直就像老鄉聚會一樣熱鬧。接着王傳君和武大靖、何炅也來湊熱鬧了。何炅穿着一條紅得像過年一樣的寬鬆褲子，搭配格子襯衣，一看就讓人覺得他身上充滿了積極向上的陽光味。接下來向往的生活之後，何炅和譚松韻又碰頭了。何炅像兔子一樣蹦躂着跑去譚松韻那兒，2個人開心地緊緊摟住了對方。果然還是老朋友聚會，輕鬆的像在家裡打滾兒，一點壓力都沒有。信了何炅在，譚松韻就像撿到個大彩蛋，心裡美滋滋的。沈月終於見到心儀的譚松韻，2人高興得手搭在一起，就像是把彼此的腰裝飾了一圈，姐妹情真是美得讓人想唱歌。作為圈裡年紀大的前輩，他除了在《向往的生活》這檔真人秀裡混個臉熟，基本上就像是幻影一樣，沒怎麼在芒果台的其他節目裡露過臉，更別提當飛行嘉賓了。何炅來這兒主要就是給王鶴棣增光添彩的，2人一起出畫面裡，真是讓人眼淚都差點掉下來。何炅一來，節目就像加了火箭助推器，收視率蹭蹭往上漲，還順帶把王鶴棣推上了風口浪尖。從王鶴棣的角度來看，他心裡邊一定是對何老師感激的不要不要的。活着這一遭，
其實碰到能幫你翻盤的大神，機會可不多啊。不少人就像路邊的流浪貓，瞅着你的生活，就是為了讓你多煩心，兩邊走過更合適。何炅簡直就是王鶴棣在這個圈子裡的財神爺，沒他都不行。要不是何炅當初給王鶴棣撐腰，估計他早就在家種地了。當眾人都覺得王鶴棣不靠譜的時候，王鶴棣卻成了最給力的那個，讓何炅心裡樂開花，真是自家寶貝。自打王鶴棣踏上這條路，7年過去了，他就像一塊沒被人碰過的豆腐，緋聞沒有，負面消息更是黃花菜都涼了，總是那麼正能量，就像每天都喝着泡騰片似的。圈裡的人對王鶴棣讚不絕口，差不多沒聽過一個壞話。他的為人啊，人人都在誇得飛起來了。王鶴棣這小子，善良的跟咱村的老母雞似的，真誠的就像早上不吃早飯照樣能夠滿臉笑容。就算火的不要不要的，王鶴棣還是對他的老師頂禮膜拜，對父母照樣是孝順得很。照王鶴棣的意思，管他多火，依舊是個給爹媽做飯的小孩兒。一見到譚松韻，王鶴棣立馬變成紳士，給了他個大擁抱。除了那隻白鹿，王鶴棣對所有女明星的拿捏和界限感，屏幕外都能讓人感受到他的存在感。王鶴棣這小子，簡直完美到讓人羨慕的想把他抬上天。不管是什麼交情、人品還是幹活的態度，他都是頂呱呱的。祝王鶴棣在2026年好好避開那些惹人厭的家伙，別讓他們沾上你。身體倍兒棒，能跑能跳，天天樂呵呵。咱們一起翹首以待親愛的客棧4開播吧。你盼啥明星盼的最新集呀？歡迎大家來吵吵，這裡是個討論的好地方。咱評論區見，人多嘴雜，熱鬧就好。最後嘮一句，人與人之間總得靠時間來檢驗，節目也一樣，別急，慢慢看，慢慢評。